这是一个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，但是不仅无法开展迅速有效的救灾行动，甚至连赈灾款都没有筹到，这是为什么？2024年1月1日，日本石川县发生了7.6级地震，在此后3天里，又先后发生了500多次余震，一共造成400多人伤亡及失踪。地震发生后，日本虽然展开大规模的救灾行动，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。日本作为太平洋的一个岛国，经常受到各类自然灾害的侵袭。近100年来，对日本造成惨重损失的6级以上大地震就有10余次。1995年1月17日发生的阪神大地震，更是堪称日本前所未有的大灾难。此次震级高达7级，导致当地多数建筑倒塌，包括其后间接死亡的人在内，共造成6434人丧生。要知道，日本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，面对自然灾害一直有足够的防范措施，但为何这次的结果却让人如此意外呢？虽然在地震发生后，日本政府紧急展开灾后救援行动，但实际效果却令人非常失望。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，在地震发生后，日本政府立即出动自卫队前往灾区开展灾后救援行动，但第一批自卫队竟然在地震发生的第2天早晨才到达灾区，而运有救灾物资的自卫队救援船直到第2天晚上才姗姗来迟，救援响应速度可以说是非常缓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23年12月18日深夜，我国甘肃临夏洲基石山县也曾不幸发生过6.2级的地震。仅在地震发生后半小时，我们就组织灾区各乡镇所属民兵就近展开救援。解放军先头部队也在地震发生后3小时，迅速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大河家镇大河家村，第一时间转运160余名受灾群众。这是因为当年的几次大地震实在给予了我们太沉重的教训，所以有关组织才能第一时间出手。原以为相较于我们国家，日本只是救灾速度比较缓慢，但没想到在筹集赈灾款方面也出乎人们的意料。地震发生后，日本民众原以为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大量经济援助，没想到竟然连毛都没有见到。此次地震发生后，部分国家和地区向日本提出了援助意向，我们也是提到了，愿为日本灾情提供必要的援助。但是日本非常的豪气，表示只愿意接受美国的援助。随后，美国驻日本大使就对外宣布，美国已经向日本提供了总价值约为10万美元的救灾援助，这让众多国人笑掉了大牙。考虑到此次日本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.5万亿日元，显然，美国方面提供的10万美元的赈灾资金与灾区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，简直是杯水车薪，难以发挥实质性的效果。而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到我国当年的汶川大地震。由于我国的国际形象一直较好，所以国际社会上也有许多朋友，他们共向我们捐资19.19亿元人民币。用于帮助汶川地区恢复灾后重建，而我们事后也对此表达了感谢。比起日本的这种帮你还不要的行为，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评价。假如日本的灾民得知中国关于灾情的处理，可能会由衷地发出感叹：下辈子要是生在中国就好了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